从新加坡飞过来的，更多的儿童的虐待问题来发生。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守护每一个无辜天真的小朋友。希望政府可以修法，然后保障这些还来不及长大的小朋友。其实去年就有在关注凯凯的案子，实在是非常的不舍。对。想起你独自待在冰冷空间，伤痕累累3个月，我好后悔，即使哭了一整夜，依旧换不回你的笑脸。好，我是幼晴，南部把猪背省一下。今天我们来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在我身后呢是一场终结儿虐陪你长大的护儿集会活动。那这是一场声援2023年凯凯案的一场集会活动，有许多的民众、公民以及自己自发性串联起来，组成了一个叫做凯凯网络妈妈群的团体，来办了这场的集会。那这边的公民呢，主要都是一些家长们。那我们今天就来这边来询问一下这些家长们对这场活动的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心声。它上面有写了虐童唯一死刑。你看，这是原本凯凯生前可爱的模样，然后白白胖胖的，然后再来到保姆家的首月就变成额头上面有一大串的淤青。那去年10月呢，他就开始渐渐的失去笑容，而且眼神呆滞。其实他在死前的那一刻，其实全身上下通通都是伤，总共有42个伤口，甚至呢连头部都是咖啡色的。希望可以就是惩罚要再严厉一点，能够立法，能够立法，对，让更完善，制度更完善。关于这个凯凯案情有什么样的心情？很愤怒，对，他就是会觉得他们就是很不诚实啊，不愿意承认自己做的事情。好像前一阵子又是找什么民事和解，是不是？对，我觉得就是要帮自己脱罪，我觉得认错很重要，认错。那还有就是志工，我觉得针对社工一定要那个诚实。他们其实也有副手啦。对，社工的责任是蛮重的。对，这样就是更完整，这个机制更完整。对，然后现在就是希望就是法官们能够重判，一定要重判。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爱心，真的就不要去当保姆。对啊，你真的不喜欢小孩，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还有立法，就是因为本来那个保姆想要收养他嘛，但是因为可能政府也许有他以前制度的考量，担心私下有那个贩卖婴儿的情况嘛，所以后来才会说你一定要有完整的家庭才可以收养。但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状况已经也跟以前不一样，那我觉得现在状况已经不一样，我觉得法律还是要与时俱进。我觉得也许我们社工，其实我觉得也许我们的社工的资源其实真的不太多，因为政府可能这一块要多加强，因为他没有再多的资源去分配在社会资源、社工这方面。某一些社工也许他真的很想要去帮助这家庭，但是他一个身上有很多 case 嘛，他也是人嘛，那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政府可能真的要好好审慎一下，因为有的社工还是有爱心的。我刚刚看到您这个非常醒目，就社工渎职是帮凶，以及政府失能需就责这样子的标语。那我想请问一下，是爸爸妈妈吗？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来这边参加？我就是来声援凯凯这个事件，就觉得太恐怖了。然后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很多爸妈，还是社会上的大部分都要来关注这个事情。对，就有非常多的漏洞，政府就是不然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政府对于儿童保护还有一些儿童照顾的这一块是非常大的缺失啦。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来说看看，出自己的一份力，然后看能不能
接下来不要再有第2个、第3个凯凯的发生。我想讲一下哈，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从事发到现在，政府的态度都还蛮消极的嘛？就是没有人去问他们，就没有人要出来讲话，就没有人要负责啊，就觉得说。啊，这么无辜的一个小生命就失去了，然后我们政府没有人要出来为这事情表达遗憾还是问什么，就是感觉都要推脱责任啊，还是干嘛的？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就是台湾社会这样子，我觉得小孩子很可怜。可爱哟，妈妈你好哦。今天您为什么来参加这样子的集会活动？因为看到这个新闻的案件啊，觉得就是非常的生气，就是保姆的部分真的，我觉得可以说他就是不是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其实他不喜欢他，或者是小朋友可能我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不乖的状况，可是也不至于像这样虐待他，我真的都会很难过，然后都会哭，因为自己有就是差不多年纪的小孩，所以想说这一次的状况，觉得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各个阶段都应该要审视，像我们的儿福联盟啊、社工啊，甚至是保姆的参加联署，以后不想要再看到有小朋友会有这样子受虐的情况发生。我个人觉得，像这个已经罪证确凿，而且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小朋友都已经被虐待到去世了，应该就直接审理。我觉得死刑是就是唯一必须要做，而且甚至死刑，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就是足以对。就是被虐待成这样的小孩，然后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判一个死刑，我都觉得太容易放过他了。我们也希望他是很平安的、健康的长大，因为看到有些新闻还是会有一些托婴中心啊，或者是幼儿园，会有老师可能性侵或者是什么虐待他的状况，我们自己其实当上班族也都会很担心这些小朋友在园内是不是安全的。所以就我觉得在台湾虐待小朋友好像就是很轻判，就是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会让人蛮失望的。原本就是从0，然后到现在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希望可以赶快有作为啦，政府这部分，对啊，都是给保姆带的。那姐姐的话是熟认识的就还好，但是因为老2开始我们就是自己找，桃园这边的就是有点像媒合的，就是托育第2区的托育媒合的部分，那这边就是。我们就是在找的时候面试了，大概就是可能环境上啊，你就发现有人maybe 烧香这种东西，我们就是可能会比较 care 小朋友的呼吸道，那就会这个第一个就没有就pass了。那再来就是遇到一个比较冷淡的保姆，他们家房间就是都是冷色系的，然后你跟他对谈，他就说我就是为了钱，没有什么，他就很明讲，他说我为了房贷或者是什么的。那后来我们就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很不妥，然后那个小朋友他那时候只有带1个。然后就是很没有活力，就在旁边这样坐着，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就没有找他，即便他就是人家托育介绍的很近，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就是偶尔后来又去面试了另外一个妈妈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政府目前我知道的保姆，我们目前他都会有不定期的去访视，但是因为其实。访视归访视，但是如果一旦有伤痕，我是希望就是可能要赶快介入调查，不要就是很轻忽。但是我们自己在顾的时候，难免会有蚊子叮咬，但是其实真的要很严重，掉牙齿、受伤这些都真的要有警觉性，要做记录，要调查，就是不要可能一天过一天啊。因为其实社工有时候也是会。他们也很辛苦，对，但是还是希望有积极一点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积极，有些人只是为了要赚钱，对，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有所改变啦。请问你是从哪里来？我是从新加坡飞过来的。新加坡。对。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这个活动？因为其实我是3月初开始，我就一直有在关注凯凯的案件嘛。这个凯凯的案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极度的愤怒跟悲伤嘛。所以我个人特地会飞过来，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跟凯凯的岁数差不多一样大，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做了这么一个残忍跟残暴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过来为凯凯发声，因为凯凯现在已经无法长大了，对，无法长大也
没有办法帮自己发声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凯凯而来，对，希望可以帮他做一些什么事，对。我本来就很伤心，因为那个小朋友这么无辜，然后是这个杀人犯是这么的残忍，难以想象。那我没想到说我自己的孙子，唯一的长孙也出这么大的事。我在台湾做了40年的志工，我一直都是照顾小孩的，没想到台湾司法应该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尤其这种案子是杀人，它是铁板钉钉的杀人案，我觉得司法一定要改。凯凯案这个一定要判无期徒刑跟死刑，没有重判的话，每个人都是打死一个孩子算什么？那是不可以的，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们这个家长是生不如死，因为我每天都跟着孩子这样，没办法吃饭，没办法睡觉，因为这个孩子就在生死边缘挣扎。你看这个保姆竟然10万块都可以交保，这是我的孙子，我的长孙，我唯一的长孙。那我在台湾40多年来，我出钱出力，一直在做公益，然后也一直在做志工。我是很多国小、国中、高中的志工团长，所以我这个案子我无法忍辱，司法一定要改革。一定要重判，感谢。其实您的亲身经历啦，就是让您就是痛到不行。对，也就是自身投入在志工这一块，对，为更多的儿童的虐待问题来发声。对，我们现在真的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我觉得说这次凯凯案不重办的话，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重办。我觉得您也很坚强，就是对我差点活不下去，我真的活不下去。可是为了这个案子，我一定要努力。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就是我们的亲声，集结我们大家的心声，来让这个事件能够杜绝。那让对，从此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是。我们现在有许多的小朋友，那经过政府的安置，我们发现有很多奇奇怪怪受虐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再有下一位儿童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出来，让当权者知道我们现在在意的是什么，我们不要让这个声音往下沉，我们不要再有下一个儿童受到伤害，对，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对，希望从可能需要有一些是法规面的一些修正，因为看来有很多是漏洞的问题。那这部分就需要相关的立法委员来帮忙看这一块的法律需要做什么修正，那再提出一些修正案。那也希望有支持的立委能够推动这一块。我们今天来就是把这个声音也反映给这些立法委员知道，因为立法委员平常我们很少能够跟他接触，我们只有站出来，他们才会看见我们的声音。是好，来，我一定要来参加。站在这里，我今仔日专程甲阮的团队，甲台北遮有足侪朋友来参加这场活动。因为这个囡仔是一个故事，要唤醒咱的社会，一定要重视。咱讲的零容忍，因为囡仔我都袂晓讲啦，所以今仔日的主场活动非常的好，非常好。今天我刚刚转了一圈，好多朋友，政治上的朋友，每个人都出来，因为他们讲了一句话：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守护每一个无辜天真的小朋友。所以说，真的大家一定要站出来，谢谢你们，谢谢茂哥，加油！谢谢大家，我现在邀请各位看看你左右。还是希望政府可以修法，然后保障这些还来不及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可以平安长大。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那
我也知道对于这个部分，尤其是修法，就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踏出的是第一步，那未来还会有很多步。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对，是的，也是妈妈吗？还是对，所以感同身受这样子。对。我是一个母亲，然后其实去年就有在关注凯凯的案子，实在是非常的不舍。对。那我希望司法，其实死刑这个东西是，你看你政府要不要修法而已。是。我看了心很痛。那希望借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政府清醒。你修法嘛，你上来就偿命啊，那你把他无期徒刑或者是有期徒刑。我为什么要花我纳税人的钱去养他们，给他吃饭，给他地方睡觉，还给他棉被盖？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政府现在他就是以政客为主啊，我觉得对这个事情的关系没有很重。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司法是现在的法律，现在他们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判死刑的，可是这可以修啊。对啊，你不修法，好，我就不会判嘛。我关几年出来，然后我就重生了，我再继续杀人啊，我再继续虐待啊。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些施虐者的心，好，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是起码你重，人家会怕。对。我是来自花莲的二宝妈，对，然后我觉得说每一件案件都太夸张了，是，对，然后对你们这里都不一样的案件，我有发现，每一个都是死亡，然后要不要就重伤，分别有17岁小妈妈的跟谢姓夫妻，哇，这都是社会新闻上都有报道过的一些案件，我不想要再发生这种事情。这个充斥着那个事情，让孩子居然没事的，这大家都其实都非常非常难过。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团体呢？我们是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就是凯凯案这个就是这个社会事件，然后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然后就加入了这个社群。凯凯案的心声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是觉得太扯了，就是他是一个在社福安全网里面的孩子，然后还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对待，就是他应该是要被我们整个社福制度接住的小孩，可是他却被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可以信任的机构跟可以信任的保姆却凌虐到死掉。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不站出来讲一点话，真的说不过去。我是觉得这次儿虐真的是案件太多了，所以我这次因为凯凯事件确定要站出来这样子。我是希望政府还有就是不管是官员还是什么，大家都能就是付出，然后去规划去改善，然后要一个正确的制度这样子。因为就我自己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就是我平常工作其实都是接触小朋友。对，那你的孩子也是给保姆带吗？我们是自己带，但我们原本就是有要送托育，然后可是后来因为就是儿虐新闻真的太多，然后所以我们就没有送。就是因为凯凯的案件，所以你们也会害怕？我觉得凯凯是就比较指标性，但是其实前面就很多，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新闻。对。那你有没有想要对政府说喊话几句？就是有没有想要他们需要改变什么？因为我们这次诉求是就是希望可以成立儿少的福利部门，对，然后所以就是主要是希望就是可以听到这个诉求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社会安全网这一块，就是对，就希望可以被注重这样。好，谢谢。现在小孩子本身就已经很少了，而且小孩子他并没有为自己发声的能力，是，所以如果我们还不站出来保护他们的话，其实他们是处于相当弱势的一个状态，而且一个家庭因为一个小朋友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会心痛一辈子的事。对，所以我就是出于要保护小朋友，然后想要来为小朋友发声，来声援。讲说很难过这样子，对，都就是大家其实感同身受，看到很漂亮，我觉得就是觉得说这一次这个凯凯这个虐童案呢，因为我们社会已经发生这种问题层出不穷，
然后这一次儿虐事件这么重大，然后希望政府可以重视我们小朋友的安全的问题、保姆的问题，就是像整个制度上面，然后整个法条上面都有很多的漏洞。希望说可以这一次就是凯凯的这个事件，可以让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网，儿童安全网可以更加的完善。有幸保姆姐妹她们这一次就是上礼拜检察官那边好像是说提起是希望是无期徒刑这样子，这也算是杀人啊。对。但是为什么是无期徒刑？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是一命赔一命啊。对，所以在法律上可能还是需要修正。啊，这是弟弟吗？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台北。对。那怎么会想要参与这个活动？我希望政府修法，就是可以降低那个儿童虐死的案子。对。那爸爸呢？支持这个活动这样。这就是凯凯生前握住的铅笔。凯凯生前握的那一支铅笔，你们特别把它做放大版，对，是主要来声援凯凯这样子。我们群友凯凯妈妈群里面就是有设计这个图案，是，然后我就在前2天觉得可以把它做出来。我们台湾现在儿虐的这个法律啊，我觉得不够重，所以没办法去嚇阻一些比较，应该说心理变态嘛那些人，因为他虽然职业是保姆，不过他不一定是个好人。我觉得希望他们可以针对儿虐的部分修法更重，因为他现在说，我现在才知道说儿虐童致死是只有最高是无期徒刑。但是如果你虐杀一个成人，他是杀人罪啊，那为什么儿童不能视为统一视为一个，他也是一个人啦，对。那您觉得目前政府对于当前他们这个儿虐问题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希望他们再可以积极一点。对，更积极的。对，我们台湾现在已经少子化，那如果说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啊，如果一个国家连小朋友都保护不了，那真的是完蛋。对，它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对，幼苗，国家幼苗。那现在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个凯凯案？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再多关注一下小朋友的议题，这样。因为新北跟台北没有政府机关的单位，所以儿少福利的单位一直都是儿福联盟在处理这件事情。那应该政府单位要设立像儿福联盟这样的单位，是由公家机关，不是由财团法人这样子。应该都是接住需要被接住的孩子，因为一般正常家庭，我觉得应该机制上都还算完整，可是像是弱势团体或者是就是没有爸妈照顾的小孩，那一群孩子需要被接住，应该是这一块的部分。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妈妈，然后看到小朋友受到这样的伤害，就觉得一定要站出来，然后一起为这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小孩们发声，是。然后希望说，就是他们这次的主诉求是希望可以能够成立一个儿童保护部，然后让无所让大家帮助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管道，然后去接受帮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所以想说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讨论。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保姆不够，然后造成很多在筛选上面会有一些疑虑。然后再来，当然也就是对于虐待儿童的部分，当然最近也已经加重了1/2的刑期，是我们有看到他们在努力的地方。但是其实我相信还是有更多可以为让家长感受到的地方，是政府们需要再加强的事情。Hello， 对，谢谢你今天来这边声援，好，谢谢。我们自己也是有2个小孩，可是看到凯凯这样被虐待，真的于心不忍。政府第一次的转介就是有一个问题的，他自己原本的保姆是其实还蛮爱凯凯的，可是经过这次转介反而造成这次遗憾，我觉得这个机制原本就有一点问题。虐童的事情真的是零容忍啊！那我们希望说，这个社会能够更关注这样子的议题，让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儿童快乐长大。双北道歉，儿童解散。双北道歉，儿童解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民众们，都是因为对于2023年凯凯案，大家感同身受，
那觉得儿少问题真的不能忽视，不能漠视。我觉得其实全台湾不止凯凯的案件，那其实全台大概有每天几乎都有66个受虐儿，那其实就是有70%都是父母亲。那我也希望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头肉。那我希望可以让他平安的长大，然后健康的长大，然后毕竟他都是以后我们国家的幼苗。这次我会勇敢站出来，是你让我懂得什么是爱，任何事都不能再阻碍。守护小孩，就是守护我们心里的